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见女友从 B 超市出来，杜红一脸殷切地迎了上去：“老婆怎么样？确定是怀孕了吗？”李晓霞笑着点了点头，脸上的喜悦根本掩饰不住。医生说了，我怀的是双胞胎。杜红先是一愣，随后在自己的脸上掐了一把。李晓霞有些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，好好的掐自己干嘛？不疼吗？很疼，但我高兴。真没想到，媳妇你不仅怀上了，而且还怀的是双胞胎。要是我爸妈知道了，肯定得高兴坏。有了这对宝贝，估计咱们的婚事也不用发愁了。杜红不提婚事还好，一提这事，李晓霞的心情顿时像皮球一样泄了气。她未来的婆婆出了名的难缠，第一次登门就横挑眉毛竖挑眼的各种看不惯她，对她跟杜红的婚事更是有言在先。她说自己养大儿子不容易，家里还有2个小的，大儿子娶媳妇她不反对，但1分钱都不会出。自己看上杜红这个人，本就没打算要什么彩礼，但是未来婆婆的话却让她感到如鲠在喉。回想以往杜红母亲那轻蔑的态度，提起结婚，她心里就特别没底。老公，既然现在我已经有了，结婚也是迟早的事情，趁着现在肚子还没大起来，你就再跟你父母商量一下，找媒人去我家提亲吧。我父母你也知道，为人向来老实，肯定不会在彩礼上为难你，但该给的还是要给，不然他们面子上过不去。你觉得呢？杜红有些犹豫，毕竟母亲有言在先，绝对不会替自己出彩礼，而自己这些年攒下的钱也都用到了刚接过来的修理厂。本以为自己努力奋斗2年，不靠家里也能给李晓霞一个体面的婚礼，可没想到钱还没赚着，孩子却先来了。老婆，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，我也想要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，让你父母长脸，但我现在手里1分钱都没有。为了接下修理厂，我还欠了不少贷款，这个节骨眼结婚的话，恐怕是要委屈你了。你看咱能不能先把证领了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婚礼再跟满月酒一块办。听到这里，李晓霞有些赌气似的甩掉他的手。杜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让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嫁给你？我不接受，要么办婚礼结婚，要么把孩子打掉，咱们分道扬镳。我把话给搁在这里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见李晓霞愤然离去，杜红痛苦地抓了下头发。摆在他面前的就2条路，一是结婚安心等待孩子出生，二是孩子打掉他跟李晓霞分手。自己跟李晓霞在一起的时间不短，别说是舍不得他，就是他肚子里怀着的孩子，他也难以割舍。孩子和女友他都不愿失去，无计可施之下，也只能顶着压力在做家里人的工作。妈，现在我跟小霞孩子都有了，婚礼不能再拖了，要不然肚子大了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过。小霞父母那边我探过口风，人家要得也不多，也就3万。您看，杜红，小霞第一次登门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你们结婚我不反对，但彩礼我是绝对不会出的。3万块的确是不多，但我得为你2个弟弟考虑。你不小了，我跟你爸养你这么大已经不容易了，你不能什么都依靠我们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帮不上你的忙。母亲的话犹如一盆凉水，瞬间浇灭了他所有的希望。他望向自己的父亲，希望父亲能够帮自己说说话，可父亲却始终低着头，根本不敢反驳妻子，让父母替自己出这笔彩礼，看来是没有希望了。他深吸了口气，
什么也没有说，离开了。出租屋这边，李晓霞见杜红垂头丧气的回来，就猜到了结果。她心疼男友不受父母疼爱，也气他生在这样的家庭，让自己也跟着受气。可怎么办呢？自己就是爱他，心疼他，死心塌地的想要跟他在一起。杜红，我想过了，其实婚礼不婚礼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咱们感情好，该有的总归是会有的。我相信你，找个时间咱们去领证吧。我答应嫁给你了，不要彩礼，也不要婚礼，只要你为我跟肚子里的孩子争气。杜红红着眼眶跪在他的面前，我杜红发誓，今后一定拼命赚钱，绝不会让你跟肚子里的孩子受半点委屈。就这样，在没有彩礼、没有婚礼的情况下，李晓霞嫁给了杜红。婚后，杜红更是勤奋，小小的汽车修理厂被她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在李晓霞生下孩子的第2年，他们东拼西凑，按揭买下了修车厂附近的低价2手房。虽然房子是2手的，两人还背了20年的贷款，可到底是有个窝了。可让李晓霞没有想到的是，住进新家的第2天，卫生还未打扫彻底，婆婆带着公公来了。妈，你跟爸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儿子买了新房子，我们这做父母的还不能来看看吗？王桂芳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往门缝里张望。见状，李晓霞赶紧敞开门，将2老迎了进去。你们来，我们当然是欢迎的。前些天我还跟杜红说，等房子收拾好了，请您跟爸过来住住。最近修车厂生意挺忙的，我带着孩子过去也不方便。你们这趟来了，就别走了吧，安心住在这里，得空帮着我们看看孩子，这样我们做起事来也放心不少。王桂芳心里老大的不乐意，这才刚进门，儿媳妇就打起了算盘。虽说新房子住着比老家的旧房子舒坦，但带孩子的事，她可不打算沾手。小霞，我跟你爸到底是上年纪了，带孩子这种事也力不从心，还得你们自己多操心。不满1岁的孩子正是磨人的时候，本以为公公婆婆来了，自己能轻松些，可没想到是自己想多了。都说农村人看重男孩，自己一下子生了2个，也未能讨他们欢心。晚上杜红回到家，见父母来了，心里还是挺开心的。爸妈，你们来了，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也好去车站接你们。王桂芳笑着摆了摆手，哎呀，接什么接，你也挺忙的。再说了，这地方也不难找，我们就想过来认认门，没必要耽误你干活。几个月不见，团团和圆圆又长大了不少，这小脸胖嘟嘟的，看着真是讨人喜欢。要是能留在这里，看着我的小孙孙长大成人就好了。婆婆的话，李晓霞听得直犯恶心，砰的一声，她摔门回了房。婆婆王桂芳见状，一脸担忧地拉住了儿子。杜红，你媳妇是不是不欢迎我跟你爸过来？要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绝不给你们添堵。我知道，因为结婚没给彩礼的事情，她还在生我们的气。可这都过去多久了？孩子也快满周岁了，她怎么还在记仇呢？妻子的表现也让杜红有些不舒服。到底是自己的父母，他的长辈，再怎么不高兴，他也不该这样甩脸色。妈，没事的，我估计是这段时间他带孩子太累了，您看着孩子，我进去看看他。说完，杜红憋着气进了卧室。小霞，你刚刚怎么回事？爸妈难得来一趟，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他们好点吗？被丈夫这么一数落，本来已经没事的她瞬间炸锅。杜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忘了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对我的？现在我们日子刚刚开始好过，他们就想来享清福。这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，
当初的屈辱还历历在目。现在公婆不想帮忙带孩子，反而想来享清福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怎么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能扯到彩礼上？那是我的父母，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因为跟你结婚，就跟他们断绝关系吧？我是他们的儿子，他们来投奔我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我不求你能像对待你自己父母那样对待他们，只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他们客气一点。这样真的很难吗？这样维护父母的丈夫，让李晓霞感觉很是陌生。你怎么就知道我对他们不客气了？之前我们租房子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带不过来2个孩子，打了多少次电话求他们过来帮忙，可他们呢，不是农忙，就是身体不舒服来不了。以前是各种推脱，现在倒好，我们刚买完房，他们就来了，家里也不农忙了，身体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了。是，你的确是他们的儿子，他们来，我作为你的妻子也该欢迎，可要常住。我真高兴不起来，当初但凡他们有那么一点点想要帮我们的心，我也不至于对他们这么反感排斥。这是我的家，我不欢迎他们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过段时间让他们走，要么我现在就走。走，你赶紧走，搞得好像谁会留你一样。那样自私的话从妻子的嘴里说出来，失望之下，杜红也发起了狠。李晓霞冷冷地看了丈夫一眼，开始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。换作是以前，杜红肯定会拦着她，说什么也不让她走。可这一次，她却不想服软了。妻子平日里再怎么任性，她都可以忍，唯独容不下父母这点，她忍不下去。杜红不拦，李晓霞真的带着东西走了。几分钟后，有些后悔的杜红追了出去。可外面哪里还有妻子的身影？找不到妻子的杜红失望而归。客厅里，父母正哄着哭闹不止的孩子，见杜红一人回来，顿时变了脸色。你不是去追小霞了吗？他人呢？怎么还不回来？这2个孩子见不到妈妈，哭的嗓子都哑了。不就是吵2句嘴吗？这小霞怎么会那么孩子气？玩离家出走这一套，真是太不成熟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母亲还在指责抱怨妻子，这让杜红更是心烦意乱。他有点理解为什么妻子那么抗拒跟父母一起住了。妈，你跟爸坐了1天的车，也该累了，早点回房休息吧。孩子我来哄吧。被2个孩子哭声吵得头痛的王桂芳，见儿子发话，拉着丈夫求之不得地回了房。本以为没了妻子，家里照样转得开，可这才第1夜，杜红就有些熬不住了。没有妈妈在身边，孩子睡得极不踏实，夜里多次哭闹。她一边哄着孩子，一边手忙脚乱地给孩子冲奶粉、换尿不湿。妻子在家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是一觉到天亮，哪里知道带着孩子根本睡不好觉。几天下来，杜红瘦了1圈。父母虽然来家好几天，可孩子都不要他们抱，杜红只能又当爹又当妈的哄着，连修理厂都去不了。李晓霞离家出走的第4天，不知是因为晚上踢被子，还是尿片换得不及时，2个孩子都发烧了。彻底招架不住的杜红拉下脸来，给妻子去了电话：“老婆，团团圆圆发烧了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。”离家出走的这些天，李晓霞并未回娘家，而是在闺蜜的家里借住。思子心切的她早就想回家了，但丈夫一直没找她。她以为家里的一切他们都能搞定，可没想到自己才走了4天，孩子就生病了。这下她再也按耐不住地回了家。一进门，孩子在卧室里哭得撕心裂肺，杜红忙得焦头烂额，可公婆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没有丝毫想要帮忙的意思。就连李晓霞进门，他们也只是不冷不热地瞟了一眼，这一眼
便彻底让李晓霞寒了心。她想不通，这世界上这么会有如此冷血的父母，如此无情的爷爷奶奶。换作是个不相干的人，见孩子哭成这样，也不会坐视不管。可他们就能做到视而不见。李晓霞丢掉行李，走向卧室。老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李晓霞没有理会丈夫殷勤，而是直接走到了孩子的身边。现在孩子多少度？吃过退烧药了没有？我刚量过39.5度，正准备给他们用了退热栓，可他们一直挣扎不配合，药根本塞不进去。李晓霞从丈夫的手里一把将药夺了过来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真不知道这些天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几天不见，丈夫消瘦了一圈，眼皮耷拉着，看着十分可怜。想也知道，外面那对狠心的父母是不可能给儿子帮什么忙的。这些天估计都是他自己在熬，他既是心疼他，又觉得他很可怜。药已经塞进去了，先看看效果，要是稍退不下来，咱们赶紧上医院。哎，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妻子回来，不仅杜红松了口气，也让这个家立马有了主心骨。本以为照顾2个孩子没什么大不了，可自己试了几天才知道，照顾孩子真不是那么容易。老婆，我没想到你一直这么辛苦，以后家务活你就放着，我回来做。我也不该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你。我想好了，爸妈他们也住不惯城里的生活，过些天我就送他们回去。我知道以前是我忽视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爸妈的事情是我没有考虑清楚，我不应该不顾你的感受。你能原谅我吗？咱们一起照顾好这个家。李晓霞离家出走，本来是想要气气老公，可没想到却意外让她有了如此深刻的体会。公婆看不起自己又怎么样？他们不帮自己又怎么样？只要老公能懂得自己的付出和不容易，还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那么自己在婚姻里的坚持就有意义。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该同心协力。再说，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不管是婚姻还是孩子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的确不该把压力强加在父母的身上。我想通了，爸妈想要在这里常住就住着吧，只要有你帮我，即使他们什么也不做，我也不会觉得委屈。我在意的从来就不是他们，而是你。听到妻子这么说，杜红一脸感激，紧紧抱住了妻子。母亲却捧着切好的水果，门也不敲地闯进了卧室。婆婆的举动惊得李晓霞赶紧推开丈夫，转身给孩子掖了掖被子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进来怎么也不敲门，挺好的气氛就这样被母亲破坏掉，这让杜红有些不高兴。王桂芳白了儿子一眼，我是你妈，不敲门怎么了？既然晓霞回来了，你也别跟家里待着了，赶紧去修理厂吧。老板老不在，工人要偷奸耍滑了。晓霞，你真是的，吵句嘴就跑出去，那么多天不回来。要不是杜红打电话请你回来，你怕是都快忘了这个家了吧？李晓霞好不容易说服自己，看在丈夫的面子上对公婆好点，可自己这才刚回来，婆婆就对自己指手画脚，真要继续共处下去，只怕离家出走，今后会发展成为常态。杜红一看妻子脸色骤变，赶紧将母亲推了出去。哎呀妈，晓霞好不容易回来，你怎么又说那种让她不高兴的话？您跟爸在这里也住了有段日子了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你们早点回去吧。王桂芳一把拉住儿子，你刚才说的是李晓霞的意思？好啊，她可真够厉害的，用离家出走来威胁你就算了，这一回来就对我们下起了逐客令，她也不怕天打雷劈呀。妈，您误会了，不关晓霞的事，让你们回去是我的主意。您跟爸身体不好，
照顾孩子又是个体力活，我不忍心让你们跟着受罪。我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，你们在老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在这里我们忙，你们住不习惯，又没时间陪你们，孩子也吵闹，影响你们休息。当然，您想继续住下去，我也不反对。我就是心疼你们在这里住得难受。在这里几天，王桂芳跟丈夫早就感到不习惯了，孩子天天哭闹，也磨人得很。回去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而且只要不是儿媳妇的意思，也不用非赌气不回去。再说，答应了儿子，还能趁机提点要求，让我回去也行。但1000块够什么用？以后每个月给家里2000块吧，没花完的我替你攒着。你那媳妇大手大脚，一看就不会过日子。只要母亲同意回去，2000块钱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杜红赶紧答应下来，父母回家的事情提上了日程。杜红也抽空带他们在周围转了转，添买了几身新衣服。在他们回家的前夜，杜红神秘地把一个首饰盒递到妻子手里，打开一看，是条金项链。李晓霞有些嗔怪丈夫：“咱们刚买房，正是困难的时候，你买这个干嘛？老婆，明天爸妈不是要回去了吗？你把这个拿出去给妈，到时候妈带着儿媳妇送的金项链回去，在村里一说，肯定让别人羡慕她。到时候她脸上有光，以后回老家，她也能看在面子上对你好点儿。”李晓霞知道老公说的有道理，可还是有点吃醋。咱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都还没有送过我什么首饰，你妈一来就那么大手笔，你呀，可真是你妈的好儿子。对你再不好，你心里也想着他。见老婆吃醋，杜红一把将她抱住。哎呀，老婆，我送这项链可绝对不是偏心我妈，我是在为你挣面子。我知道，虽然你嘴上说他们在这里常住也没关系，可2代人的生活习惯毕竟不一样，住在一起久了，肯定会让矛盾加深。我不想让你为难，所以才想办法把他们劝回去。丈夫说的不无道理，既然公婆留下，只会让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，那还不如大方点，让他们开心的回去。看到金项链，婆婆别提多高兴了，欢天喜地拉着丈夫回了老家。婆婆终于是走了，李晓霞的生活也逐步回归到了往日的平静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